印度的疫情确实相当严重，它现在首都新德里和最大的城市邦贝就孟买已经封城了，那么情况可能还会恶化，因为疫情已经在印度缺乏这个医疗条件的农村蔓延开来。那么感染的真实数字恐怕比官方记录的要高一些。那么印度有13.6亿人口，现在疫苗是供不应求，疫情如果进一步扩散的话，那可能会没办法遏制感染人数的上升。那么印度的疫情严峻，它国内的呼吸器和这个氧气瓶已经基本用完了。各国现在都在纷纷给予援助。我看到媒体报道，台湾也援助印度150台制氧机和500个这个氧气钢瓶。那么最值得警惕的就是印度的这种病毒是新冠病毒的变种，那么很可能像武汉疫情一样，已经传播到世界上不少国家。那么疫苗现在有的疫苗对这种变种的病毒是不是有效，也还是个疑问。那么印度政府呢？是去年3月23号宣布禁航，然后去年5月25号，它的国内航班开始复航，但国际航班呢仍然受到一些限制。那么疫情重新爆发以后呢，印度的国际航空航班呢原来是准备今年4月30号全面复航的，但今年4月30号它又重新宣布讲还要继续禁航。同时呢，很多国家现在对印度的航班其实已经禁航了。但是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宣布对印度航班禁航，所以现在从印度直飞美国的航班每个星期还有30多班，那么所以病毒通过印度的国际航班旅客往外流的情况可能是不少的。那么最近美国有一个案例，有一个印度女性是在联合国工作，她回到印度去探望她的女儿，已经感染发病，但是呢为了逃回美国，她就贿赂了印度航空公司的职员，带病登机返回美国，结果到了美国就去世了。那么他登机以后，是不是让同机乘客受到感染？美国不像台湾会去追踪查询，这件事情在美国居然就这么阴干了。拜登当局对防疫，他有更多的政治考量，就是他想用防疫去这个打倒原来的总统Trump，但是呢。他自己对民主党自己对防疫其实是完全不认真的。那么现在，刚才讲到印度这个已经逃回美国来到美国去世这个感染的病人，他的案子的传染链到现在还是一团模糊，美国媒体根本就不报道。不过呢，我也看到一个好消息，就是印度卫生部4月28号开始使用一种这个抗菌素，叫做伊维菌素，就是英文是 ivermectin， 还有一种是叫做青鹿葵，英文是 hydroxychloroquine， 用这2种药物来治疗患者。那么4月底开始，印度患者的病例开始下降了，就是治疗有效。但奇怪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反对印度的这种做法。那么现在尼泊尔就是印度地面上、陆地上连这个交界的这些国家，像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对印度封关。那么以前印度和东南亚呢国家之间地面交通工具仍然可能还是在封关以前已经造成人口流动和病毒的传播了。所以东南亚各国，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挝，都可能再度发生疫情。我也知道台湾有不少台商从大陆转移到东南亚，特别是越南、柬埔寨，那么也是要特别小心的。那么欧美国家现在疫苗的接种率开始上升，疫情呢趋缓了。但是印度的这个疫情是不是会带来新一波的发达国家的又一轮疫情，我们现在谁也不知道。